一个由白色线条所组成的玄武炮突兀浮现在高空中，并未凝实，而是化作无数枚的半透明的几何体，在空中不断分解重组，最终这些半透明的几何体全都整整齐齐地覆盖在繁育黄泉口防线的城墙表面，化作一枚枚凸起的存在，像是装饰品一样，让繁育黄泉口防线显得更加厚重。是的，没有炮的存在，化简为零。建筑名称：玄武炮。建筑品级：蓝色。建筑等级：10级。建筑效果：城防建筑。满级效果：玄武现世4大神炮之一，同时打造出4门神炮，可融合为天道炮。陈凡望向永夜领主面板里的玄武炮介绍笑了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打造出满级玄武炮，毕竟这个玄武炮有点挑，只能安置在10级防线上，等级较低的城墙还安不上。紧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枚天道石，在手里掂了掂，随后深吸一口气，身如风猛地将手里的天道石抛出去。下一刻，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你对玄武炮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玄武之魂，玄武炮的消耗会大幅降低。2. 天道赐福效果：玄武领域，进入玄武炮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都将感受到一股重力袭来。3. 天道赐福效果：玄武之死，玄武炮的威力会小幅提升。这是他上次留下来的2枚天道石，其中1枚被他用在了玄武炮上，这3个效果都不错。略微思索了一会儿后，他选择了第2个天道赐福效果，玄武领域，相当于一个控制技能。他个人不倾向选择降低消耗的天道赐福效果，这个是可以用鬼石来弥补的，但其他天道赐福效果可是没办法用鬼石来弥补的。在他确定完之后，他有些眼巴巴着望向玄武炮，琢磨着要不要先来一发试一试。他也不知道这门炮的威力如何，毕竟消耗了他不少资源。就在这时，怀里传音符突然传来小秋的声音：狱主，防线外有一批鬼潮涌来。陈凡偏头望向远处，只见在鬼火尽头，一批批熟悉的肉球正随风在地面上不断滚动。挺好，他笑了起来，那就用这批肉虫鬼潮来试试威力吧。陈凡乘坐飞舟飞在空中，俯瞰着这批肉虫鬼潮，并启动了玄武炮。城墙表面的第1枚古朴石块被点亮，散发着一种青色光芒。紧接着，第2枚、第3枚、第4枚，眨眼功夫，镶嵌在城墙表面的1024枚古朴石块被快速依次点亮。这些被点亮的石块宛如一只玄武般浮现在整座城墙上。下一刻，所有古朴石块被全部点亮。轰轰！只见一道无形的冲击波从繁育黄泉口防线底部猛地涌出，那动静像是有庞然巨兽在地底翻身一般。紧接着，天地间隐隐响起一道玄武的怒吼声，震撼人心。那每一枚古朴石块都发射出一道青色光柱。当1024道青色光柱聚集在一起时，一道近乎半透明的青色玄武陡然浮现，抬头怒吼着，声音宛如实质，在空中溅起道道阴痕。一个庞然巨物如虎入羊群一般冲进肉虫鬼巢，每一巴掌落下都能拍死一大片肉虫鬼。而肉虫鬼临死前的自爆被青色玄武完全无视。巨大的庞然巨物底盘宽度大概在数百米，已经落在防线上的陈凡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幕，没有犹豫，当即催动式神炮对着青色玄武开始轰炸。数十门式神炮对青色玄武开始狂轰乱炸，然并未对青色玄武造成一丝伤势。炮弹穿过青色玄武，落入鬼巢中。和他判断的一样，这青色玄武不但完全免疫敌方的攻击，也完全免疫来自防线的攻击。毕竟这玄武无实体，和铜管一样，处于虚幻状态，这有点牛逼了。陈凡有些恍惚地呢喃着，玄武炮的攻击方式不是光柱，而是召唤出一头体型巨大、实力极强还处于虚幻状态的青色玄武，天然立于不败之地。青色玄武的死亡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能量耗尽，不存在被杀死。而那些肉虫鬼巢在靠近防线后，仿佛被慢倍速播放了一般，身子翻滚的速度慢了许多，那是玄武炮的天道赐福效果在发威。挺好，陈凡笑了起来，具体好不好还得看消耗。他望向永夜领主面板，这一发玄武炮消耗了他100万枚鬼石，还行，没他想象的贵。而永夜领主面板上玄武炮上清楚地标注着无需冷却可随时催动，也就是说他只要鬼石足够，玄武炮同时开火100次就会有100头。处于虚幻状态下的青色玄武在鬼巢中肆虐践踏，很快肉虫鬼巢被清空，失去攻击目标的青色玄武开始待在地面发呆，过了许久后才缓缓消散在空中。2炷香，陈凡望向旁边燃尽的那2炷香，青色玄武的持续时间大概在2炷香左右，还算是比较持久的，只是不知道具体威力如何，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大鬼，可惜没有大鬼让他来做个实验。而此时繁育黄泉口防线上各个地方已全部安置完毕，部分被调动在这里的繁育成员已经都各司其位。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安排谁当这道防线的负责人。思索片刻后，他从怀里掏出子母石，联系到裘老。很快通讯建立，轻咳一声，裘老问你要几个人，只要你开口，随便要。子母石里传来裘老爽朗笑声：7号防线负责人七老和黄泉口防线负责人，这2人都给我繁育吧。子母石对面突然陷入了沉默，半晌后才传来裘老的声音：陈狱主，那这2道防线就突然没负责人了？繁育负责接管，你的意思是黄泉口防线负责人担任你新打造的繁育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差不多吧。陈凡向七老解释了原因。子母石对面裘老沉默了许久后才开口道：人事调动不是永夜店西部行动组的权利，尤其是防线总负责人的调度。不过永夜店西部战略堂堂主正跟我喝酒呢，他负责人事调度，让他跟你说说看看。话音未落，一个明显要苍老许多且迫不及待的声音就在子母石里响起：陈狱主，我已经知晓了你在今夜向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支援的是魂雕塑，
我想问的是，你能不能将这些噬魂雕塑支援到西部其他前线？这个建筑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当然可以，但需要一点时间。好，子母石里的那个苍老的声音斩钉截铁道：“给你了，7号防线和黄泉口防线所有人都给你了，防线也给你了，以后西荒岛都是你们繁育的，我这就下达命令。”说罢，迅速挂断通讯，不给陈凡回话机会。陈凡嘴角微微抽了抽，看来前线是真有些紧张了，连这种大人物都开始玩这种小心机了。他只要2个人，给他这么多人，明显是永夜店补给给不到了，索性直接全脱手了。叫那家伙过来吧。是。片刻后，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忐忑地望向陈凡：“陈狱主，你找我？”陈凡随意看了这个男人一眼，注意接听消息。黄泉口防线负责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下意识将子母石握在手里。很快，子母石里发烫，里面传来了一个醉醺醺的老者声音：“张秋八，我是永夜店西部战略堂堂主，现在下达命令，听命。”张秋八面色瞬间严肃起来：“是战略堂堂主亲自联系他，肯定有重要任务颁布。从现在起，你被永夜店除名了。”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僵在原地，下意识低头看了眼手里的子母石，看看自己的子母石是不是假的。什么玩意儿？大领导越级联系他，就是为了告诉他一句：你被开除了，你和黄泉口防线所有人全都加入繁育。不等他回话，通讯挂断，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陈凡便走过，笑着望向他：“收到信了吧？回去吧，将你们黄泉口防线所有人都统计一下，然后告诉大家伙准备开饭，吃点夜宵，压压肚子。”解决了这件事情后，陈凡才重新回到奇宠几人之间，嘱咐道：“张秋八加入繁育后，由周末你负责带，让他大概了解下繁育。”随后又嘱咐了几句后，陈凡便启程返回繁育。不久后，天亮了，陈凡已经回到江北防线，站在江北防线的城墙上，掂了掂手中的天道石，这是繁育最后一枚天道石，最后一枚了。他有些感慨地望向手里这枚天道石，当即将这枚天道石重重砸在身下的城墙上。下一刻，面前再次弹出一则面板：你对城墙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一个建筑仅能拥有1个天道赐福效果。1. 天道赐福效果，坚不可摧，城墙的防御会小幅提升。2. 天道赐福效果，雄伟壮观，城墙看起来会更加雄伟，且小幅提升各个升级方向的效果。3. 天道赐福效果，铜墙铁壁，城墙将免疫5成远距离攻击。陈凡略微思索了半晌后，选择了第2个天道赐福效果。联合这个天道赐福效果，可以再次增强鬼血纹路效果。在做完这一切后，他才转身遥望关东平原方向。7号防线长达97公里，距离较长。如果从零开始打造一道长达97公里的10级防线的话，暂时鬼石还不够，不过再给他个半年时间，差不多就够了。西荒岛的3个缺口就可以被他彻底堵起来。希望今年雨季可以平安度过吧。陈凡站在城墙上低声呢喃着，只要今年雨季平安度过了，那么等明年繁育就可以正式上桌了，就可以正式参与到和鬼族的交锋中了。狱主站在防线上正远眺海边的陈凡，怀里的传音符传来了小邱的声音：王老已经收到命令，赶赴繁育黄泉口防线，准备上任。好，陈凡应了一声，表示自己知道了。繁育黄泉口防线的负责人经过讨论，由王老担任，也就是那个曾经让王奎做了13年的王家主。此人是王奎举荐的，此人管理能力不错，将站点经营的有声有色的。他思索了一会儿后，也决定先让王老试试。繁育目前太缺人才了，先扔到防线上去锻炼锻炼，看看能不能拿住事。原黄泉口防线负责人张秋八还需要培养一段时间，至少需要对繁育的状况有一点了解。玄武炮，他大手一挥，在长达170公里的江北防线上又打造5门玄武炮，雨水淅淅沥沥的从空中落下。新的一年雨季来了，永夜大陆腹地，一座隶属于永夜殿的城池。好了，该走了。醉醺醺、满脸胡茬的老者起身，摇摇晃晃地望向裘一死，这都喝到天亮了，真该走了。不送。裘一死此时也有些喝到位了，眼睛都不怎么睁得开，满脸通红。裘一死只是迷迷糊糊地摆了摆手，老者摆了摆手，也跌跌撞撞地朝屋外走去。然而在老者离去不久，裘一死脸上的酒气瞬间散去，眼睛格外清明，盯着手里的玉简，眉头紧皱。而这时，身后屏风里，天一也钻了出来。师傅，裘一死轻点了下头，或许知道天一心中所想一样，晃了晃手中的玉简。这家伙是向我们表态来了，告诉我们他不是叛徒，他值得信任，免得我们因为不信任他，导致一些信息没有及时传到他手里，对前线格局造成影响。那师傅他值得信任吗？值得。裘一死起身走到窗边，轻叹了口气。如果连他都不值得信任，那永夜大陆就真没有未来了。随后又笑着将一枚令牌扔到天一怀里，永夜殿西部行动组副组长的身份令牌接好了，1个、2个、3个。江北繁育，陈凡正待在无名山后山，望向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上满级建筑的数量。如今繁育已经有19座满级建筑了。他望向手里的这张白色品级的建筑蓝图，只要将这个建筑升至满级，那繁育就拥有20个满级建筑，可以再次拿到那个奖励了。异宝名称：砖窑，异宝品级：白色，异宝效果。可烧砖，打造仅需100枚鬼石和1个巨鬼，这是他见过最离谱的打造要求。一个白色品级建筑竟然需要1个巨鬼才行。下一刻，面前弹出一则面板：砖窑升至2级，该建筑无升级方向，每次升级生产出来的砖都会更加坚实。很快，伴随着由无数线条组成的砖窑渐渐形成并快速凝成，一座巨大的砖窑坐落在了无名山后方，位于鬼物处理基地的旁边。在一口气将砖窑升至满级后，他望向砖窑的面板笑了起来。砖窑顾名思义，一个可以生产砖块的建筑，而他也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建筑会有巨鬼限制。
限制了。10级的砖窑生产出来的砖块拥有1级城墙的防御强度，这确实有些变态，已经远超一个白色品级建筑的效果。这个效果倒是不错。陈凡满意的点了点头。如今繁育人口并不少，急需一种可以容纳多人居住的屋子，这个东西倒是可以解决繁育的这个需求。随后在升至满级之后，他面前也弹出一则面板，建筑图集已点亮20个满级建筑，获得一个蓝色品级的资源福袋；点亮50个满级建筑，将获得价值更高的奖励。依旧是蓝色品级的吗？陈凡有些微微失望，他还以为会是更高品级的。不过和他之前获得的福袋不同，这个福袋是蓝色品级的资源福袋。福袋打开后，有 9.5% 概率获得20亿枚鬼石，有 0.5% 概率获得30亿枚鬼石加一个蓝色品级资源福袋。他随意抽开资源福袋上的蓝绳，下一刻，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紧接着无数枚鬼石突兀浮现在空中，宛如流星雨暂停在半空中般，随后夹杂着雨水噼里啪啦的砸向地面。陈凡僵在原地，他望向手中从福袋里掏出来的一个福袋，有些茫然。他运气这么好，0.5%的概率都被他随机到了。数十万枚高级鬼石从天而降，这相当于30亿枚鬼石，还又给了一个资源福袋。再试试呢？他有些试探性的再次打开手中的这个资源福袋，紧接着空中再次浮现出数十万枚高级鬼石。靠！陈凡此时明显觉得这不是运气了。随后他又尝试了一次，又是10万枚高级鬼石从天而降，手里又多了一个福袋。只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旋绕在他身上的金色气息，随着他每打开一次福袋，都会少一缕。而这些金色气息，正是去年天道赐福陈凡头顶那个翠绿雨柱里所夹杂着的金色气息。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望向手里的资源福袋，他没敢再开了。他大概琢磨明白怎么回事了。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去年的那场翠雨。他当时还疑惑，为什么他的翠雨那么大，但效果却和其他人看起来没什么区别。现在看来，应该是有额外增加运气的效果，只不过这个额外效果他不知道，而且不是实现的，是按次数算的，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次。他暂时不想自己好不容易搞的这点运气全都弄在鬼石上，已经够了。白白给了他90亿枚鬼石，让繁育的鬼石储备瞬间来到了162亿枚，也足够让他打造7号防线了，就差猴头果了。不久后，繁育天苍阁成员赶到无名山后山，将地上的漫天鬼石拉回仓库。陈凡又打造了3座满级砖窑。时间来到第2天，樊城一个个巨大的巨鬼正搬起一枚枚巨砖，按照旁边地面上刻着的图纸，根据指挥依次摆在空地上。不一会儿，一座约14层高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很快，眼前这栋高楼大厦在盖到18层后开始封顶。狱主站在一旁的王奎望向那一栋高楼大厦，有些咂舌道：“我以前从未听闻有如此高的建筑，大风吹过，真的不会塌吗？”不会。陈凡摇了摇头，没有过多解释。砖窑的满级效果就是抗风抗震能力极强。对了，陈凡突然偏头望向身旁王奎，管理人员培训班那边最近进展如何了？在大半年前，樊玉新开设了一个私塾，主要培养管理人员，专门挑选一些资历较老的樊玉成员进行培养，一旦毕业就可以直接担任管理岗位。王奎面色认真汇报道：“目前第1班已经都顺利毕业，都入驻各个管理岗位了。”陈凡轻点了下头，没再说什么。时间流逝，不知不觉15天过去了。雨季过去了15天，据永夜店那边传来的消息，没有一座前线沦陷。而这15天，樊城已经焕然一新，被重新改造过一番的樊城，面积再次扩大，参差不齐的高楼大厦矗立在樊城各个角落，让这座城池和其他城池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另外一边，一座不为人所知的宫殿里，一只鬼皇正面色阴沉地坐在大殿上。鬼族高层下了一道命令，暂时放弃攻打前线，不惜一切代价先清理掉那些不稳定因素，然后休整1年，明年发起总攻。这些不稳定因素成长速度太快了点，而这次清除繁育的任务就交在了他的头上。良久之后，坐在大殿上的鬼皇长叹了一口气，迟迟未下达命令。他在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真要全军出动袭击西荒岛，等到了西荒岛就不剩几个兵了。他是真的不想自己部下就这样白白死在天雷下。下方的一个小鬼献计道：“王，不如想办法将陈凡勾引到前线，然后用当时诛杀1号前线负责人那样，如法炮制杀死陈凡。这肯定比偷渡到西荒岛来的方便。”鬼皇坐在大殿上琢磨着，这倒是个好办法，反正只要能杀死陈凡就行，怎么杀就不管了。听说那陈凡对建筑蓝图极其在意，大殿内突然响起他的笑声。鬼一听令，取出仓库的一张蓝色建筑蓝图，放在一大鬼嘴里，让这头大鬼率兵冲击前线，将这张蓝图送到前线手里。是，他也储备了不少蓝图，这些蓝图对他们鬼族没用，但对人类有用，他们会收集起来，很多时候做诱饵极其好用。天亮了，当天亮不久后，陈凡怀里的子母石便传来裘老的沉重的声音：“陈狱主，昨夜永夜大陆不少次级防线被攻破，鬼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偷渡了大批鬼巢，有目标有计划地清除掉了很多种子势力，这些势力都是像樊玉一样拥有巨大潜力的势力。我们拦了下数批鬼巢，缴获了一些牛皮纸，牛皮纸上标注着他们的袭击目标：江北、樊玉、陈凡，位居榜首，你多加小心。”通讯挂断，刚睡醒的陈凡在收到这则消息的时候，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嘴角微微抽了抽。喂，他什么都没干，他只是送了批粮食，送了批雕塑而已，怎么就位居榜首了？鬼族这么恨他的吗？随后快速掏出传音符，王奎将海岛那边成熟的猴头果都拉回来，看看能不能凑到87万枚猴头果。现在西荒岛还有7号防线这个缺口没被堵上，实在不行也得先打造一座9级防线，给这个缺口堵上。废物！
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海域里，一座宫殿内，那头鬼皇正愤怒地摔打着桌子上的瓷杯。建筑蓝图成功送到前线手里，但根据他内应的消息，前线那边并未将这则消息通知给陈凡，而是自个留下让1号前线建筑师参悟了，气煞我也。他的计划是想通过这个蓝图将陈凡引到前线，这样他可以免去偷渡损失。但他没想到，前线竟然压根不将这个消息告诉陈凡。那陈凡不是顶级建筑师吗？有蓝图你不找陈凡，你他妈自己参悟！要不……跪在下面的小鬼抖若筛糠的颤声道：“要不再送一张？送你妈！”鬼皇有些气急败坏道：“再送下去，老子不就成内奸了？”这次不但没引来陈凡，还白白损失一张蓝色品级的蓝图。不过他很快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尽可能冷静下来。别急，蓝色品级的蓝图参悟起来没有那么快，需要很久。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将陈凡引到前线来。让我想想，绑他家人。王陈凡没家人，绑他老婆没老婆，孩子呢？没孩子，手下呢？核心手下都在江北呢。鬼皇突然沉默了，那还能绑啥？好像只能强攻了。鬼皇沉默地坐在大殿上，一言不发。此时他脑海里不断闪过从人类文化中学到的一个个计谋。可就在他沉思时，怀里鬼谷突然再次传来一道声音：栖息之地已在碎裂边缘，我们没有多余时间了。鬼皇面色难看的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如今的战局形势谁都能看得明白，只要拖下去，永业大陆会被鬼族渐渐磨死。但问题是，鬼族也拖不得太久了。栖息之地那边已经在碎裂边缘，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家。也罢，既然如此，那只能这样了。良久后，鬼皇走出大殿后，怒吼一声，黑暗中传来无数鬼物的响应声。紧接着，在这片广袤的海域上，大批鬼巢开始聚在一起，按兵不动，准备跨区域偷渡。而在远处，则是有源源不断的鬼物从海底冒出，继续冲向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那些鬼巢不受他们控制。与此同时，大批物资已经运往关东平原的7号防线。既然10级防线暂时造不起，那就先造个9级防线。陈凡坐在车厢内，低头翻阅着手里整理出来的相关情报。昨夜，永业殿各个前线的鬼巢几乎全都通过百不存一的方式偷渡到次要防线，清除掉了一些有潜力的势力或人，付出的代价着实不小。只是，如果他是鬼族的实际掌权人，他会下达这个命令吗？付出和回报看起来有些不成正比。再有潜力的势力发展起来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有点过于着急了。片刻后，陈凡抵达7号防线。陈狱主、七老已经带人在这里等候多时。关东平原这里真的会迎来这种规模的鬼巢吗？不好说。陈凡摇了摇头，做好万全准备。时间紧，任务重，谁也不知道今夜鬼巢会不会就降临。97公里的7号防线区域需尽快打造。时间流逝，夜深了，樊玉还在忙碌。这道9级防线基本已经彻底打造完毕了，大体已经完工了，只需要补充一些细微的东西就可以了。这道防线，我将其命名为樊玉7号防线，它会继承7号防线的意志。陈凡将一枚代表樊玉的身份令牌递给七老手里，轻声道：“这道防线的负责人依旧是你，我只有一个要求，守住这道防线，这道防线绝不能被攻破。我吗？”七老微微一愣，当然是你了。陈凡笑了起来，你是樊玉里的对关东平原最了解的一个人，我对你也足够信任，这里交给你再合适不过了。当然，毕竟是9级防线，你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给你留下2个副手，都是嫩苗子，刚培养出来的，你平时多带带他们。他朝一旁招了招手，人群中走出2个较为年轻的男人，面色严肃的沉声道：“见过狱主，见过七老。”他们俩是刚从樊玉私塾第1届毕业的。见状，七老这才松了口气，放下心来，深吸了一口气后，望向陈凡郑重承诺道：“有我在这里一天，樊玉7号防线就不会沦陷。”好，那就交给你了。陈凡笑了笑，才继续去完善细节。夜深，大批鬼巢聚集在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在聚集到一定数量后，鬼巢中传来一道厚重的沙哑声：“方向北，前进。”原本躁动不安的鬼巢，在听到命令声后，在海水里齐齐朝北边进发而去。这次鬼巢的规模比上次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全军出动，一个前线的所有鬼巢全军出动，只为一件事：灭掉樊玉。下一刻，鬼巢上空突然多出无数天雷，将鬼巢彻底笼罩进去，无数鬼物因此葬身。但还是有大量鬼巢渡过这片区域，来到秋明盆地前方那片海域。悬浮在空中的鬼皇面色阴沉地望向身后因偷渡而死的一众鬼物，再次下达命令：方向北，前进。是的，他亲自带队。他考虑了一天，终于想明白了，等他灭了樊玉，他就不回来了，也没法回来。所以他打算等灭了樊玉后，直接驻扎在西荒岛，这就是他的地盘。紧接着，他躲在树头大鬼身下，在大鬼的掩护下，再次偷渡到再往北的一个区域——黄泉口海域。不久后，已经能隐隐看见一道防线矗立在海边了，那是黄泉口沿海防线。也该轮到我爽一爽了。鬼皇远远望向远处那道低级防线，眼里隐隐闪过一丝兴奋。他从未突破过任何一道防线，前线他突破不了，次要防线他又不去，他从不知道突破一道防线是什么感觉。今日他就可以亲自感受一下。下一刻，鬼皇身先士卒冲在最前方，怒吼着踏浪而行，巨大海浪卷起无数鬼巢，重重砸在防线上，溅起阵阵水花。而直至鬼皇冲至防线的那一刻，都没有一座炮塔开火，整座防线空无一人，连炮塔什么的都被撤走了。鬼皇有些不解地扫了眼四周，这是一座废弃防线，还是自上次被沦陷后，这座防线就无人问津了？虽然冲上了这座防线，但这座防线完全没有反抗，让他没有那种沦陷防线的爽感。算了，他舔了舔嘴角，视线放在黄泉口峡谷方向，那里还有一道防线，那个防线肯定有人，冲垮这道防线也一样。大批鬼巢跨过防线，深入到黄泉口区域，没有丝毫耽搁，直逼黄泉口峡谷。倘若他们能去四周城池里看一看，便会发现，不仅仅是防线，就连城池里的人也被撤走了。在得知
可能会有人袭击樊玉的时候，永业殿就撤走了黄泉口沿海防线的人，没必要白白牺牲。樊玉则是撤走了黄泉口区域所有城池的百姓，此时黄泉口区域基本上一个人都没有。而在这批鬼巢登陆的一瞬间，一则消息便通过信号塔的中转，快速传到陈凡手里。鬼巢扣黄泉口，漫野摧山，直逼樊玉黄泉口防线，数量极多。已经将樊玉7号防线打造差不多的陈凡，正在城墙上歇息着。在收到这则消息后，咧嘴笑了起来，没有丝毫犹豫，带着人便乘坐樊玉高铁，在夜色里朝樊玉黄泉口防线疾驰而去。终于来了，同时用传音符快速联系到少丘，嘱咐留在樊玉黄泉口防线的暗格成员，无需插手指挥，只需记录下王老的神态、处理方式和决策即可。这是王老担任樊玉黄泉口防线负责人第一次遇到的鬼巢来袭，且看对方如何应对，便能知道此人能否重用。这次鬼巢他无惧，10级防线摆在那里，寻常鬼巢不可能冲垮他的。樊玉黄泉口防线，此时高达200米的城墙上灯火通明，他们已经收到消息，鬼巢即将来袭。这批鬼巢还是从前线偷渡来的鬼巢，虽然经历过百不存一，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强度，都和他们平时雨季里看到的鬼巢完全不一样。这是鬼族正规军，大量樊玉成员在城墙上不断奔波着，紧张的气氛渐渐凝成，哪怕准备的再好，在面临大敌前也会忐忑。一个暗格成员此时正隐匿在阴影里，全程注视着王老的一举一动，默默在心里记下。心理素质较强，没有太多波动。王老这个曾经丘贺王家的王家主，此时站在城墙边缘上，将手里的玉简塞进怀里。他才刚看完狱主留给他的关于樊玉黄泉口防线的详细信息，此时面色未有太多波澜的举起手中的身份令牌，这是负责人的身份令牌，其中也有这道防线的近乎全部权限。下一刻，这道高200米、长27公里的樊玉黄泉口防线高度开始快速降低，直至150米、100米、80米、50米，并且还在不断继续降低。就在这时，一道寒光突然出现在王老脖颈中，那个一直隐藏在暗中的暗格成员第一次违背阁主命令，从阴影出走了出来，将匕首夹在王老脖颈上，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到阁主，颤声道：“阁主，我现身阻止了王老。”王老可能是内奸，他正在主动降低防线高度，如今防线高度已经只有50米了，如果不是我拦着，还要继续降。很快，传音符里传来少丘的声音，让他继续降，你不用插手。是。这个暗格成员咬咬牙，抽走匕首，撤到一旁，再次回到阴影里。站在城墙上的王老看了眼身旁的阴影，高举身份令牌继续降低防线，直至将防线高度降低至30米。原本极其雄伟的一道防线，此时看起来就和普通6级防线没有任何区别。6级防线的高度就是30米。随后才掏出传音符联系到陈凡狱主，根据我得到的信息，这批鬼巢是从前线偷渡过来，是拥有智慧的鬼巢。倘若当他们看到防线是10级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发起进攻了。这批鬼巢强度不低，能掉落不少好东西，白白放走不太好，有违天意。先以6级防线做伪装，进入射程后瞬间开火。传音符里传来狱主的笑声：“你是樊玉黄泉口防线负责人，这些事情你自己做主就行。”看得出来，狱主挺满意。王老眼里流露出一丝笑意，没再看身后墙角的位置。终于到了，鬼皇率领着大批鬼巢，远远看见黄泉口防线后狞笑起来。30米高的城墙，也就是6级防线，城墙上能隐隐看见不少人在跑动，就先拿这个防线开刀吧。都注意了，樊玉有一种手段，可远距离支援，爆炸威力极大，但支援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我们的实力冲垮面前这道6级防线，只要几十息的功夫就足够。冲垮防线后立刻散开，然后再汇聚。他的计划很完美，毕竟他学过人类的兵法，知道什么叫做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再好的计划也会有漏洞，而只要足够快，就能弥补很多漏洞。唯一让他有些隐隐疑惑的是，永夜殿什么时候这么奢侈了？面前这道防线的城墙竟然是清一色的鬼血纹路，够奢侈的，但无伤大雅，不影响战局。下一刻，近乎凝成实质的恶臭味从永夜中扑面袭来，一只鬼物张牙舞爪的从永夜里冲进鬼火范围，紧接着越来越多如同潮水般的鬼物冲进鬼火范围，直逼樊玉黄泉口防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种近乎令人窒息般的绝望感。鬼巢中夹杂着数十头大鬼抡着巨大锤子朝防线狂奔而来，不少鬼物都被这些大鬼踩死在脚下。而在永夜里，漂浮在空中的鬼皇只是冷哼了一声，掌心渐渐凝聚出一团幽绿色的雾气，脖颈青筋渐渐暴起，去！怒喝着，将这团幽绿色的雾气抛向防线。但就在这时，他看见自己那全力一击，那团幽绿色的雾气在撞到城墙上时，轻飘飘的散开，城墙没有任何损失，就像放了一个烟花一样。什么情况？这个刚才还野心勃勃的鬼皇突然愣在原地，有些不信邪的再次扔出一团幽绿雾气，依旧如此，再次轻飘飘散开。难道是特殊的升级方向，可免疫远程攻击？鬼皇眉头紧皱，大概猜到是什么情况了。也罢，他摇了摇头，从怀里掏出一柄大刀，再次怒吼一声，从永夜里冲入鬼火范围，亲自朝防线杀去。这一次，他将带头冲锋，在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那里，他从没带头冲锋过，毕竟会死。但这里，他要一展雄威，不行吗？樊玉黄泉口防线上，王老看见一头大鬼手里拎着大刀，嘴里还怒吼着，一头会说话的大鬼。再看周围鬼物，明显都惧怕这只大鬼。王老眼睛微微眯起，这明显是个有来头的大鬼，也差不多该收网了。此时鬼巢已经渐渐感觉到不对了，不少大鬼冲到城墙根下，抡起锤子砸城墙的时候，却发现纹丝不动。他们好像在砸天道的脚底板一样，根本砸不动。这不是6级防线吗？怎么连灰都不掉的？
冲到一半的鬼皇在亲眼看见一头大鬼抡起巨锤砸在防线上，但防线却纹丝不动后，眼皮疯狂跳动，内心突然泛起浓郁的不安感，几乎下意识的就停止了冲锋，并快速朝后退去。或许这道防线有极其稀有的升级方向，可免疫远程攻击，但还能免疫近战攻击。一道6级防线怎么可能硬抗大鬼一锤而纹丝不动？你至少也得掉几层灰吧？除非这不是6级防线。下一刻，这道防线开始快速拔高，直至拔高至200米。与此同时，安置在防线上的1350座式神炮终于开始全功率启动，一枚枚猩红炮弹开始毫不留手地将鬼巢笼罩进去。嗡嗡嗡！位于繁育黄泉口防线表面的1024枚古朴砖块开始被齐齐点燃，并各自激射出一道青色光柱，光柱快速在空中凝成一头巨大的青色虚幻玄武。这头玄武落地的第一时间，便目标锁定于他，朝他直冲来。10级防线，朝永夜深处狂奔而去的鬼皇不断回头望向身后这道防线，脸颊煞白。一个根本不是前线，甚至连次级防线都算不上的防线，竟然是10级城墙。这种事永夜殿肯定干不出来，不出意外的话，只有樊玉能干得出来。疯了，那樊玉彻底疯了！全军听令，撤退，撤退！他一边向永夜狂奔而去，一边高吼着：“先撤，滚啊！”他一边下令，一边攻击着身后这头青色玄武，但这头玄武就死死盯住他，他的攻击被对方完全免疫，烦得要死。正所谓痛打落水狗，溃败一线。在一个并不算开阔的峡谷里，是神炮的伤害溢出，在这里被完美发挥到最大。每一枚猩红炮弹下去，都能看见无数枚血链在鬼巢中穿梭，鬼巢极其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这就导致画面极美，极其解压，真美啊！王老站在城墙边缘，俯瞰着下方，不由笑了起来。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像今天一样如此畅快过瘾，杀得过瘾。永夜里，在距离樊玉黄泉口防线数十里的黑暗中，被打退的鬼巢重新汇聚在一起。鬼皇面色阴沉地望向身旁将他围在身边的亲信，他大意了。在注意到黄泉沿海防线空无一人时，他就应该意识到可能有变数。10级防线，黄泉口防线突然变成10级防线了，这个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最主要的是他没收到任何情报，没有任何信息。王，我们现在怎么办？身旁一个亲信面色阴狠地沙哑道：“要不我们冲一波试试？毕竟这里不是前线，不会储备太多鬼石，而且我们拦在这里，永夜殿的支援也过不来，说不定能冲垮。”鬼皇沉默着没有讲话，脑子在飞速运转，在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有戏，不过虽然有一定的可执行性，但除此之外还有第二条路，继续偷渡。他低头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从黄泉口区域继续向北偷渡，偷渡到关东平原海域，那里的防线总不能是10级防线吧？只要偷渡到那里，照样可以登陆西荒岛，只是要再次十不存一。王，用天阵吧。身旁那个手持利刃的亲信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我来打前阵。天阵？鬼皇眉头紧皱，让我想想。别急。半晌后，他睁开眼望向一旁遗贤老太的一个鬼物，沉声道：“说说你的想法。”这个鬼物是他的军师，他的军师属于鬼物中开支比较多的，平日他也会听听军师的意见。王，这个遗贤老太的鬼物与捋着拄着手杖，胡须发白，声音发颤的缓缓道：“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2条，继续偷渡前往关东平原，或者是全军冲击搏一搏黄泉口防线。但是王，当上面命令你带领所有手下全军出击前往西荒岛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放弃了你，毕竟你已经不可能回去了。无论任务成功还是失败，王你都没有退路了。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王，你有仔细思考过上面的命令吗？摧毁永夜大陆不稳定因素，这是一个长线计划，因为不稳定因素发展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再快也不可能1-2年发展到影响战局，说明上面的人要一边清除不稳定因素，一边慢慢磨死永夜大陆，而上面又说要这2年发起总攻，这是一个短线计划，都发起总攻了，还在意那些不稳定因素干什么？这两者是完全冲突的，上面的人要清除的并不是这些不稳定因素。鬼皇愣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的黑暗，下意识挠了挠脖子，那上面要清除的人总不能是我吧？是的，老鬼沙哑道。上面的人在这次雨季命令很多前线的鬼巢以一种近乎自毁的偷渡方式去消除不稳定因素，却又说要在1-2年后发起总攻，这明显是前后矛盾。不出意外的话，上面的人已经开始在分果子了。王，你被踢出局了。鬼皇顿时有些怒极反笑，都他妈没攻进去就开始分果子了。按照现在的局势，早晚会占领永夜大陆，而且我有些怀疑上面可能获得了其他助力，等占领后再分果子就有些麻烦了，否则毕竟这么多兵力不会白白损失。鬼皇沉默着，久久不语。这番话对他的冲击太大了，他从未想过会有这种可能。王，老鬼继续缓缓道，所以这里其实有我刚才说的第3条路，无论是偷渡还是强攻，我们为的是什么？为了占领永夜大陆，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但现在我们不是已经拥有了吗？老鬼指向四周，黄泉口区域已经沦陷，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剩下的事交给前线就行了。我们都从前线撤走了，攻打防线什么的和我们已经没多大关系。我们如今的兵力只有出发前的1%，还能打什么防线？很多事情不是等功成名就之后才能做的。不用占领永夜大陆，我们也能安家。可是鬼皇皱眉道，鬼使会来，到时候等等。他突然反应过来，鬼使是上面人监督他们的手段，单体实力极强，比他强。当有的鬼皇拒不从命时，鬼使便会降临，但鬼使只能降临在前线，也就是开口区，鬼使是无法降临到黄泉口区域的。没人挡天雷，鬼使敢偷渡，必死无疑。我悟了。鬼皇突然有些兴奋的咧嘴笑了起来。接下来我们就待在黄泉口区域，哪也不去，不强攻也不偷渡，时不时指挥一些这片区域的鬼物冲击防线，做做样子，然后开始安心享受就行了。而且上面的人还说不了我什么，毕竟这里是到10级防线，本来就很难打。
但战后清算怎么办？不会。老鬼摇了摇头，我们怎么说也是有功，战争刚结束就清算，容易寒心。而这个时候，你抓紧巴结一些上面的人，找个保护伞也就差不多安定下来了。就算不成，真被清算了，那也好歹过了几年的轻快日子，总比另外2条路好吧？也是。鬼皇笑了起来，笑得很痛快，突然觉得眼前的阴霾都不见了，前方一片光明。他转身望向远处那道时机防线，管他上面有什么阴谋不阴谋的，接下来他就驻扎在黄泉口区域了，哪也不去了，去他妈的占领永业大陆吧！他已经占领黄泉口区域了，他要开始沐浴阳光了。很快天亮了，鬼皇乐呵呵的带着一众鬼巢打道回府，来到黄泉口区域腹地区域，占领了一座无人城池，站在城墙上，望向头顶阴云里渗透出来的微弱阳光，颇为满足的张开双臂呢喃着：“这就是阳光的味道啊，舒服。”他在栖息之地和前线待了那么久都没见过阳光，结果现在见到了。果然，人生何必功成名就在享受？只要有一颗享受的心，随时可功成名就。功成不必在我，享福必定有我。身后一众开了灵智的鬼物已经开始纷纷给自己找屋子了，而在城外则是趴着大批鬼巢，此时已经解甲归田，开始开垦了。王身旁一头鬼物大步走来汇报道：“城主府给你腾了出来，当做你的宫殿。除此之外，还找到了不少种子，已经分散下去，让大家开始种地了。只是下面的人比较愚笨，尚未学会。”笨！鬼皇有些不满地骂了句：“种地这么简单的事儿都不会，告诉他们3天内学不会，给他们种地里。”随后他才抬头望向头顶悬浮在高空中的那根散发光亮的空轨，这条线路应该就是樊玉运往前线的那条物资线了。这倒是个麻烦事儿啊！鬼皇有些微微皱眉，他不担心永业殿前来清理他们这批鬼巢可是正规军，没有防线的庇护，永业殿拿头清理他们，靠守夜人吗？得多少守夜人才能清理掉他们？但樊玉不一样，他有点担心樊玉是真有家伙事儿啊！就在这时，他怀里的鬼谷微微响起，进展如何了？鬼皇眼睛微微眯起，拿起鬼谷回信道：“遇到一些意外，黄泉口防线被升至10级防线，正在强攻。”鬼谷对面沉默了许久，显然没想到黄泉口防线会升至10级防线。真的？他撇了撇嘴。你可以派人自己过来看看，10级防线你们攻不进去，可以试着偷渡至关东平原，从7号防线上岸。鬼皇无声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凶光，真当他手下的人命不是命啊！偷渡一次就是10不存1，他有多少人可以这样偷渡？他现在越来越怀疑，上面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在分果子，清除掉一些没有背景的鬼皇。但他自然不会撕破脸皮，只是声音嘶哑，透露着一股轴劲，很辣道：“放心，3年，只需3年，我必攻破这道防线，不死不休。攻不破这道防线，我提头来见。”通讯挂断，鬼皇笑了起来，掂了掂手中的鬼谷，急什么？10级防线，慢慢打。此时已经赶到樊玉黄泉口前线的陈凡，站在墙头上，望向防线外的满地鬼物尸体，眉头微微皱起。这批鬼巢是从前线偷渡过来的，而且规模极大，比上次大得多。只是在中计了1次后，就立刻退去了，没有发起第2次攻击，回前线去了。那必不可能，再回去又要再偷渡2次，一来一回，不用他们动手，就基本上死的差不多了。那就只有2条路可以走：强攻或者继续偷渡，前往关东平原。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到7号防线。7老，今夜可能有一批数量极多的鬼巢登陆，做好准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及时联系我。是。就在这时，高空中空轨上，一辆樊玉高铁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们驶来，并在路过樊玉黄泉口防线时停了下来。一个暗格成员从高铁上走下来，大步朝陈凡走去。狱主探查到黄泉口区域有大批鬼巢在活动，已经占据了数座城池，而且好似在开垦扎根了。陈凡微微一愣，都开垦了？他几乎瞬间反应过来，他低头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渐渐明白了这批鬼巢的想法。他有些面色复杂的望向身旁这个劫后余生的暗格成员，摆了摆手，示意可以退下去了。鬼皇亲临，这家伙能活着回来，很明显是那鬼皇手下留情了，否则不可能活着回来的。陈凡有些头疼的轻揉着太阳穴，思考着应对之策。就在这时，敌袭身旁传到一道道高吼声，只见前方灰铅色的雨幕中，一只鬼物正在快速奔袭靠近，而按照惯例，很快后方就出现第2个、第3个、第4个乃至直到这只鬼物已经冲到城墙下方，都没见其他鬼物，只有这一只鬼物朝防线发起冲锋，左手高举白旗，右手高举一张牛皮纸，将牛皮纸原地放下后，才再次转身朝雨幕中跑去。这什么情况？站在身旁的瘸猴有些微微皱眉，不愧是前线的鬼巢，开战前还先发檄文的，讲究。你去将那檄文上来。很快，这张牛皮纸送到陈凡手里，数行简短的字：95指战书，鬼皇95告樊玉，孤拥兵数百万，然天道贵生，今愿指兵戈，以黄泉口之地为界，两不相犯，无兵不扰军资路，军亦无故不战，阴阳各有道，乾坤各自容。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这是他第一次收到来自鬼物的求和书。不得不说，这个鬼皇确实比他遇见的所有鬼物灵智都要高一点，都会咬文嚼字了。对方是真的打算当逃兵了，不打了，就待在黄泉口区域了。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好事，但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这是他这么多年来从鬼物身上感觉到最诡异的一次。少爷，瘸猴看见这封信后也有些摸不着头脑。那我们就硬下来，先按兵不动。陈凡沉思了一会儿后开口道：我们更需要发育时间，他们不急，那我们更不急，先跑几趟空车，看看对方是什么情况，顺便回封信。我要一点诚意，比如他们的内奸名单，这样真的行吗？鬼皇有点没底气的站在城头上，和身旁几个幕僚商讨着，而旁边地面上则是丢了不少废弃的草稿。为了出这么一封休战书，他们几人商讨了许久，
毕竟这是代表着他的文化素养，不能掉了面。鬼族和鬼巢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懂文化。试试看。老鬼沙哑道。若是站在人类视角来看，肯定是不会同意，毕竟人类不会允许永夜大陆被占领，哪怕是一片区域。但人类毕竟是个体，不是一个整体，在我们没有过多损害梵域利益的情况下，梵域应该也不会主动开战。鬼皇沉默许久后，才抬头望向头顶阴云下的雨幕，呢喃道：天下之大，想找一处容身之地真难啊，也不知道海的对面都有什么。王，别好奇，好奇这个的鬼物没一个回来的。也是。鬼皇点了点头，望向不远处埋进地里的种子，有些兴致勃勃道：还是好奇下这批种子什么时候可以成熟吧。这是他第一次种地，多少有些稀奇。就在这时，一辆梵域高铁从他们头上的空轨疾驰驶过，并缓缓飘下一封信。鬼皇瞳孔微缩，衣袖一挥，那在空中缓缓飘落着的信封便加速朝他手中激射而来。打开信封望去，梵域复书，然何必有志，现尔潜伏入境者名册，以验成款，明录至日，白羽为期，在意将士。鬼皇眉头紧皱，仔细读了几遍后，看明白了，是让他上交出内奸名单，顿时长松了一口气。看来梵域愿意接受和谈，一些条件都不是问题。当即洋洋洒洒清了清嗓，开口道：军师，我说你记内奸有如下。洋洋洒洒一口气说了10几个人的名字后，才继续补充了一句：记得帮我润色润色，显得有文化一点。明白。陈凡低头望向手里这封鬼皇再次送来的信，洋洋洒洒10几个人的名字，倒是真不少。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将手里的这封信送在一旁瘸猴手里，给少秋送去，让潜伏在前线的暗格成员顺着名单去立功吧。眨眼间，数日转瞬而逝，雨季结束了。陈凡伸了个懒腰，活动下了身子骨后，朝一旁的运灵阁走去，准备去修炼修炼。过几天他要出趟门，要去永夜腹地查看一番，看看有没有一些机遇之类的。这些日子，黄泉口区域上空的空轨一直照常运转。95确实遵从诺言，没有攻击空轨。95怎么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不会从某个古籍上看到95至尊之类的吧？难道不知道命格不是十分硬的话，是扛不起这个名字的吗？第二天，天刚亮不久，大雨终于停了，久违的阳光终于洒在黄泉口区域。王，醒醒，醒醒！老鬼望向城池外快速袭来的青色虚幻玄武，有些焦急地晃醒身旁正睡在城墙上的鬼皇。迷迷糊糊被惊醒的鬼皇，有些应激般的跳了起来，快速扫望四周，很快便看见城池外那只正朝城墙冲来的青色虚幻玄武，当即瞬间反应过来，没有丝毫犹豫，便起身踏出城墙，悬浮在空中，身影被灰雾所笼罩，朝黄泉口海域激射而去。距离他和梵域议和已经过去10来天了，一切正常，双方互不干涉。当时逃离黄泉口区域的时候，他很快就甩掉那只青色虚幻玄武。不得不承认一点，那青色玄武虽然全身虚幻，近乎无敌，但毕竟是玄武，速度远不如他。除了一开始冲锋时速度快一点，后面很快就被他拉开了。他甚至还待在黄泉口区域的城池里，美滋滋的等到了天亮。但等天亮不久后，事情就不对劲了。他在平原尽头又看见了那头青色玄武，速度已经远远没有之前快了，但目标极其坚定，像是锁定了他一般，直勾勾的朝城墙冲来。他继续跑，将这头玄武一路溜到海里，然后加快速度哼着小曲，又回到了黄泉口区域。然后第二天，这头青色玄武就又从海域里冲到黄泉口区域了，从此就像冤魂一般，一直纠缠着他。他试着朝梵域发去询问，梵域那边给的回答是不知。而陈凡此时正乐呵呵地站在锅边，夹起一筷子饺子吹了吹塞进嘴里，身边王奎此时怀里传音符微微发烫，紧接着才开口道：狱主，梵域黄泉口防线那边又有消息传来了，95那边依旧在询问到底如何甩掉那只青色玄武。陈凡望向灵魂深处永夜领主面板上关于玄武炮的信息，根据当时清理肉虫鬼巢的来的信息，这青色玄武就只能持续2炷香，这次为什么会持续10几天，他是真不知道，面板上并没有相关信息记载。或许是……等等，他突然好像猜到了什么，他大概知道天道炮是什么了。4大神炮都有一种规则能力，而玄武炮的规则能力是绝对锁定，直至目标身亡才会消散。4种规则能力的神炮组合在一起便是天道炮。现在只是猜测，毕竟不知道追着鬼皇那个青色玄武具体能持续多久，现在也仅仅持续了10来天而已，说不定过个10天半个月就散了呢。倘若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甚至都不用一直持续，只需要持续个30、50年的，那绝对是一种折磨，纯折磨。他算是知道为何玄武炮一发需要消耗100万枚鬼石了，那能量都用来维持玄武体型了。不管，陈凡随意的摆了摆手，就直接说解决不了，顺便派人盯着点，看看那玄武大概什么时候消散，我也挺好奇的。饭后，陈凡带着齐越几人乔装打扮后，乘坐梵域高铁暗中出行离开梵域。此趟目标永夜大陆腹地，没有任何人知道这趟通向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高铁内坐着陈凡，万一让下方的鬼皇知道了，那可不是一件好事。虽然暂时休战了，但倘若让鬼皇找到了可以杀死陈凡的办法，他相信对方也不会手软。在高铁驶过黄泉口区域上空时，坐在高铁上的陈凡俯瞰着下方，他看见了无数鬼巢，几乎铺天盖地，而且不少鬼屋还在种庄稼，倒是稀奇。他撇了撇嘴，鬼屋会吃粮食？8成不会。瘸猴摇了摇头，鬼屋若是需要吃饭的话，那他们在海域里早该饿死了。他们应该是不需要吃饭的，此时种庄稼或许只是为了效仿人类的行为。
他们有点太想成为人类了。而就在这时，陈凡恰好看见了从远处气喘吁吁回来的鬼皇，在一众鬼潮中显得极其扎眼。这座鬼皇此时脸上写满了疲惫，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鬼皇，仅仅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便快速收回视线。他不知道鬼皇是否能感受到注视，但尽量还是别多看为好。高铁快速驶过，没多久便离开黄泉口区域，沿着空轨驶向秋明盆地，随后在半路停下乘坐非洲，继续深入永业大陆腹地，目标地玄武平原。3日后，非洲缓缓降落在玄武平原边缘地带，将非洲藏在一处峡谷后，才再次将交通工具换成普通的骷髅马车，前往距离他们最近的一座城池。很快，他在平原尽头看见了一座城池，明明距离极远，但他还是看见了那座城池上雕刻的3个大字玄武城，应该是类似旗帜之类的效果。马车开始加速，朝城池驶去，但不久后停。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他刚才明明看见城池就在数千米远，但骷髅马前进了这么久，怎么反而感觉城池看起来距离更远呢？他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眼花了。少爷，瘸猴也揉了揉眼睛，我好像眼花了，我怎么感觉城池越来越远了呢？继续前进。陈凡没有多说什么，这次他看得清清楚楚。马车在靠近城池近1000米远的时候，便感觉距离越来越远。见鬼了！陈凡抬头望向挂在头顶的太阳，此时若不是白天，他还以为会是碰见了一座鬼城。初来乍到，这玄武平原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我下车，你们继续前进。这次，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原地，望向距离数千米远的玄武城以及身旁的马车。马车开始快速前进，很快便越过他，朝玄武城逼近而去。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当马车在即将靠近玄武城之后，便开始后退，不断后退，直至后退至他身旁。那马车竟然是倒着走的，但他们在车厢里却完全没有感觉到。他们在车厢里只觉得是马车是向前走的。就在这时，几人耳旁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几位外来客。陈凡闻声望去，只见一辆被装饰极其花哨的粉色马车停靠在他们马车旁，窗帘揭开，一个看起来有些婴儿肥的少女正笑着望着他们。正是她，双手抱拳行了一礼后，才开口道：“我们齐天商会的，想来玄武城寻一番商机，只是不知这玄武城有这种古怪，小姐可否解答一二？”商会的少女眼睛突然一亮，快速放下窗帘，很快便提着裙角从马车上走了下来，迈着碎步快速走到2人面前，有模有样的轻咳了一声后，才像是一个教书先生般开始解释道：“这玄武城啊，矗立在玄武平原已有78年，这么多年从未被鬼物沦陷，很大一个原因便是那城墙有一个特殊升级方向，你越靠近它，就距离城墙越……马车啊，非洲啊，不行啊，都不行，连鬼物也无法靠近，必须手持玄武城通行令的人才能进城。玄武城在玄武平原近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们竟然连这都不知道？你们是玄武平原的商会吗？正常来讲，第一次进玄武城的商会，需要先在西边10里处的阁楼里购买通行令，方可入城。不过……”少女故意停顿了一下后，才从怀里掏出1枚铜制令牌递给陈凡：“我这里有多余的1枚通行令，送给你们了，就当是交朋友了。”陈凡接过手里这枚令牌，熟悉的味道，一看就是生活工坊出品的。他眉头轻挑，笑着道：“谢了，不知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可这个拎着裙角的少女有些不好意思的眼神飘忽道：“你们不是商会的吗？事情说来有些复杂，我来自玄武城唐家的，家族主要靠经商为生。1年前，老爷子将我们兄妹4人派出去，给了我们每人20万枚鬼石，说让我们1年内外出用这20万枚鬼石为家族做出贡献，根据贡献大小来决定继承人，可以是结交一个顶级势力，也可以是打通一个商路，什么都可以。长老们会评价贡献值，1年期限已经到了，我空手回去总归是有些不好，刚好遇见你们，你们连玄武城都不知道，肯定是玄武平原之外的商会。你们要是可以和我回去交差的话，我就可以和老爷子说我拿着20万枚鬼石，拉来了一个玄武平原外的商会来考察我们家族，到时候你把你们商会吹得厉害一点，然后装模装样考察一番后，说考察失败就行了。听明白了？陈凡点了点头，面色有些古怪地望向面前这个有些婴儿肥的少女。所以你这1年拿着20万枚鬼石什么都没做。永业腹地是有一种沿海区域没有的松弛感，沿海区域都打得要死要活了，腹地这里还能旅游1年的啊！少女偏着脑袋认真道：“我上面3个哥哥，他们都比我厉害，他们当继承人肯定要更好。老爷子也不会真指望我做出点什么成就来，但空手回去毕竟不好，稍微带点成就回去，老爷子也会开心开心。怎么样，可以吗？”少女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和忐忑，踮起脚尖，手指交叉在身后，抬头望向陈凡：“当然可以。”陈凡笑了起来：“很棒。”少女满意的点了点头，伸出手：“那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叫唐月，我叫陈凡。”陈凡同样伸出手。一路上，陈凡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健谈的女孩，而且没有太多防备心。一路上在叽叽喳喳的讲述着自己这1年里所去过的地方。陈凡有一搭没一搭的接着话。很快，马车顺利驶入玄武城，行驶在闹市中，7拐8拐停在了一座大宅子面前。到了，就是这里了。唐月从马车里跳了下去，突然想到什么，才急忙跑到后面自己马车里，从马车里艰难地抱出来一只大猫。唐月望向走下马车的陈凡，有些疑惑道：“他叫胖喵，平日他一直黏在我身旁，但我刚才去你马车上，他竟然没有跟上来。”陈凡望向唐月马车内部，都是一些女人杂物，除此之外再无他人。
就只有一个马夫坐在马车前。看来这头异兽应该是全程保护女人安全的，没敢跟上来是自然的。这头马车里有微微残留的气息，别人闻不到，同为异兽应该是能闻到的。异兽，陈凡笑着道。唐月摸了摸胖喵的脑袋，它是龙猫，很厉害的一种异兽，据说体内有一丝白虎的血统。你应该知道白虎吧？那白虎是上古4大异兽之一，据说在很久很久之前，共有4大异兽，分别是白虎、青龙、朱雀、玄武。后来他们生了很多异兽，龙猫就是体内有白虎血统的一种。而玄武平原以前据说就是玄武的地盘，玄武和白虎又是爱人关系，他们生下了很多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就是龙猫类的异兽。陈凡默默地听着唐月的讲述，这些倒是他没听过，也辨别不了真伪，就这样听着吧。就在这时，面前这座大宅门被推开，一个头发黑白交加、看起来颇为硬朗的老者，穿着一身便装推门走了出来，望向唐月，眼里满是和蔼的笑着。这一年里玩的可还开心？哪有？唐月眼睛一亮，冲进老者怀里，有些没底气的小声道：“我做事了，我找到了一个来自玄武平原外的商会，这个商会很厉害的，说不定可以帮助到我们唐家。”老者笑着拍了拍唐月的后背，视线望向站在马车旁拄着手杖、一身青袍的陈凡，眼里的笑意突然缓缓逝去。先将唐月松开后，才整理了下自身衣物，双手抱拳行礼，面色认真道：“老夫为玄武城唐家的家主，不知这位贵客，齐天商会会长陈凡，陈会长，里面请。”他本以为是这丫头找回来的一个人演戏的，他也乐得陪丫头乐呵乐呵，但在看见此人时，便立刻知道这不是演戏。他接触过不少年轻人，这年轻人明显不一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淡然，那种淡然来源极其自信的底气，可见惯了大场面的释然，这是难以伪装出来的。毕竟他们家的宅子极大，又装修的极其豪华，一般年轻人看见后肯定会露怯，这是下意识的行为，难以掩饰的。会长，站在一旁的唐月望向陈凡，有些惊诧道：“你竟然是会长？”陈凡点了点头，无奈笑着。他其实不想用会长这个名头的，但这个老爷子明显见多识广，这个时候再编个较低的身份，就有点故意伪装的感觉了，反而会有破绽。大宅里颇为热闹，摆了不少桌酒席，他们来的恰是时候，正开席。在开席前，唐家老爷子上前讲话，望向在座所有人，笑呵呵道：“1年前，我将唐家唐月兄妹4人派出去，每人带着20万枚鬼石，让他们出去为唐家寻机缘。如今时限已到，兄妹4人均平安归来，唐家所有族人都汇聚于此，各位长老也均无缺席。今日就让各位长老评一评，谁贡献最大？贡献最大的将会成为唐家继承人，担起壮大唐家的重任。”台下掌声响起，陈凡坐在主桌上，望向唐月的那3个哥哥，跟随大众一起鼓掌，眼里还有些稀奇，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家族的聚会，人还真不少。唐月兄妹4人明显是主脉，这种选继承人的方式，支脉也服气，毕竟支脉也希望拥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继承人，带领唐家继续兴盛。瘸猴坐在一旁有些感慨，以前在江北陈家的时候也有这种聚会，不过那时候少爷是在柴房里的，他也在，倒是也邀请少爷了，但是少爷不愿去。我先来。一个有些沧桑的中年男人起身，望向一众唐家族人，沉声道：“我身为唐家长子，这1年内，我带着20万枚鬼石，踏遍了整个玄武平原，其中还和小妹遇见过一次，我找到了白虎的线索。”话音落下，院落内瞬间寂静下来，所有人脸上都浮现出一丝茫然。白虎和玄武相爱，并曾经住在玄武平原上，这是传说，还是有多个版本的传说？什么叫做真的在玄武平原找到了白虎的线索？4大上古异兽之一，白虎。这个明显年龄已经有近40的男人沉声道：“那是玄武平原的一座边缘小城。我在路过一座青楼时，看见门口坐着一个美丽姑娘，脚边聚集了很多流浪猫，人群中忍不住传来一阵噗呲笑声。原来是这个白虎，20万枚鬼石嫁给高了。唐宗。”台上的老爷子此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面色瞬间阴沉下来。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这个所谓的白虎线索。今日有贵客上门，如此一遭，让他老脸怎么能挂得住？丢人都丢到外面去了。是。唐宗脸上并无太多波澜，而是继续望向众人解释道：“那是一个留着马尾辫的姑娘，很清纯，坐在青楼门口就像是沼泽里的荷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我不禁靠前交谈，得知她是这个青楼里端菜的，而那些流浪猫都很喜欢她。她说是因为她经常将客人剩下的剩菜喂给这些流浪猫的缘故，可我却看得出来，并非如此。后来我没再去其他地方，就留在这座城池，和她也越来越熟。渐渐得知了一个惊天隐秘，他们平时并不住在城内，而是住在城外山上一个洞穴内，哪怕雨季也在那里。诸位应该明白了什么意思吧？而在那个洞穴里，我找到了一根胡须。”唐宗从怀里掏出一根约莫3尺长的白猫胡须，走到唐月身旁，一直趴在唐月脚下的那只肥猫，在感受到这根胡须气息后，瞬间浑身炸毛，然后瞬间瑟瑟发抖地钻进唐月板凳下。见状，唐宗笑了起来。我想这根胡须足够值20万枚鬼石了吧？这根胡须很有可能就是4大上古异兽之一白虎的胡须。场面顿时一阵寂静，只是这次多了数道急促的呼吸声。唐月身旁的那头异兽是龙猫，实力极其强大，所有人都是知晓的，甚至能和鬼王单挑过上几招，而一根胡须就能将龙猫压制住。这根胡须的主人肯定不简单，说不定真的是白虎的线索。
唐家老爷子不经意地看了眼坐在主桌上的陈凡，头皮微微一僵。他从陈凡眼里看到了好奇之色。这次倒是没在贵客面前丢人，但是却给贵客泄露了一个唐家的大机密。这本来是独属唐家的机密，此时说不定会泄露出去。而这时，唐宗再次开口道：“那个洞穴我已经翻遍了，没有其他东西了，只有这根胡须。而在这根胡须被我带走后，那个洞穴也无法在永夜里驱逐鬼物了。哪怕这根胡须不是白虎的胡须，也是价值连城的天才地宝。”以及他拉起坐在一旁的留着马尾的姑娘。这一年里，我和她诞生情愫。这次我将她带回家里，想要迎娶她。好说好说。唐家老爷子再次笑了起来，看来是没有后续了。那倒是也不担心泄露什么，而且长子一直未婚，他为此头疼了许久。没想到这次出门还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双喜临门。各位长老评分。很快，一众长老商讨后，根据唐宗的贡献给出了评分，79分。下一个起身的是唐家的二子，一个看起来有点像是花花公子、面色煞白的男人。此时晃晃悠悠的起身：“爹，我这一年在外和一个修行宗门古云宗建立了联系，那边允诺我们唐家每年可派3位弟子入宗修炼。不错不错。”唐家老爷子满脸欣慰的着望向这个平日沉迷吃喝玩乐中的二子，也算是长大了。古云宗是玄武平原最强大的修行宗门，能和这等宗门建立起联系，着实不错。各位长老评分47分。紧接着唐家三子，这个较为年轻的男人起身后，低下头望向脚尖，有些结巴道：“爹，我这一年没找到什么机缘，但我鬼石也没敢花，我20万枚鬼石全带回来了，没事儿，也挺好。”唐家老爷子无奈地安慰道。和二子每日沉迷吃喝玩乐，三子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什么都不敢做，唯一能做的就是守财。一年过去了，20万枚鬼石原封不动，确实够省。整个玄武平原，像他们这种大家族里，找不到这么一个能省的人。各位长老评分18分。紧接着，所有人视线集中在唐月身上，以及坐在唐月身旁的陈凡。唐月起身轻咳了一声后，才一本正经地介绍道：“为大家介绍下，我身旁这位是齐天商会的会长，势力很强，来自玄武平原外。在我的介绍下，来我们唐家考察，万一谈成的话，会有一笔大生意。有多大呢？”话音刚落，人群中便传来一道带着笑声：“怕不是唐月你随便找了个人回来了演戏的吧？凭唐月你的能力，你能接触到什么大商会呢？”众人视线纷纷望去，只见一个身上戴满珠宝的中年妇女，身后跟着2个下人，从前院走来，停在桌子间，望向唐家老爷子。唐家摆宴，不邀请我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唐家人吗？胡来！唐家老爷子面色难看道：“有贵客登门，此时不是你胡搅蛮缠的时候，退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唐家表面光鲜亮丽，但私底下还是有些不为人知的事。这个女人确实是唐家人，是他哥哥的妻子。早些年，家族在崛起阶段，他哥哥为了唐家牺牲，此后他接手了哥哥的位置，成为唐家家主。唐家也渐渐一路壮大。只有这个女人一直心有不甘，认为如果不是她男人死了，此时唐家就是她男人的唐家，经常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上和他作对。他可以理解，但今日贵客登门，实在不适合闹这么一出。唐月深吸了一口气，迎着中年女人眼神回顶了回去。他的商会有1000万枚鬼石储备，不，有5000万枚鬼石储备。你说算不算大？大！这个站在桌子间的中年妇女，脖梗上的项链每一颗都圆润的毫无瑕疵，手腕间翡翠水头极足，浑身打扮显得极其富贵，唇角微微下垂，带着一丝讥诮，望向唐月。当然算大，能拥有5000万枚鬼石储备的商会，放在任何地方都绝对算得上是大商会。恰好他举起手里的一枚泛白鹅卵石，我这里刚好有一枚从永夜殿获得的问真石，只要将这枚石头握在手里，说真话便毫无反应，说假话便会散发出红光。你敢让你身边的小哥试一试吗？话音落下，场面瞬间寂静下来，所有人视线全都集中在陈凡身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人8成是唐月带回来演戏的，毕竟唐月也没竞争继承人的想法。唐月眼眶有些泛红，语气中带着丝丝愤怒：“我又没惹你，你针对我干什么？”一直趴在脚下的那头龙猫此时也感受到主人的情绪，微微炸毛身子成功状，低吼着：“我可不是针对你。”这个浑身富贵的女人晃了晃手中的鹅卵石：“我只是在判断下真假而已。莫非唐家主这场继承人选拔只是一场儿戏？这么多长老过来玩过，家家来了，够了！”唐家老爷子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怒斥道：“这么多年来，唐家没亏待你，你身上的那些珠宝，哪些不是唐家给你买的？你要买的东西，唐家从来没有少你。贵客在场，你要干什么？那是我该得的。”女人丝毫不惧地偏头望向唐家老爷子：“倘若我男人不死，现在站在那里的是他，不是你。一句话，敢不敢测？不敢测就滚蛋！唐家不欢迎什么歪瓜裂枣进来混饭吃，实在吃不起，我让后厨给你们打包带走。你找死！”坐在一旁的瘸猴终于听不下去了，面色阴沉地拍桌而起：“再说一句，我撕碎你的嘴！”哟！女人转身望向瘸猴笑了起来：“所以是敢不敢测呢？拿来！”从头到尾一直未起身的陈凡，面色淡然地摆了摆手。瘸猴闻言，面色阴沉的大步走到女人面前，从女人手上拿走那鹅卵石，重新返回桌前递给陈凡。陈凡打量着手里这枚石头，眼睛微微眯起，倒是有点意思。能测真假吗？也不知道是从哪搞来的，回去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带一批回去。唐月有些慌乱地凑到陈凡耳边，急促小声道：“你不用测的，你现在快点发怒，就说你被辱了，然后赶紧离开，剩下的事我来处理。”不用。陈凡笑了起来，
将这枚鹅卵石握在掌心，我商会拥有5000万枚鬼石储备。下一刻，红光四射，手里的鹅卵石突然变成血红，数道血红色的光芒从指缝间四射出来，变红则为假。院落内所有人全都僵在原地，什么情况？唐家老爷子此时深吸了一口气，双目紧闭，站在原地考虑该怎么收场。老哥，你这么硬气的一副底气十足的样子，但为什么冒红光了？